在劳改营，这3个男人他们用钳子剪断铁网，然后冲了出去。可结果，这是1943年德国的一个集中营，这里关押着600多名犹太人，他们每天都被压迫。如果你说想逃走，那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。营中有上百名士兵把守，而周围布满了地雷，只要踏出一步，不是被炸死，就是被乱枪打死。刚刚的3个人就是很好的证明。这天，集中营来了一批新的俘虏，一个好心人告诉这个女人，因为在这里能做工就有可能活下来。这些人被分成了2队，妇女和儿童站一队，男人们站另一队。士兵在当中挑选有价值的人，比如他们需要的鞋匠、裁缝和金匠。军官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，剩下没有劳动力的人，说要带他们去洗澡和消毒。但所谓的洗澡，就是把他们赶到毒气室，然后直接焚烧。一个长官来到金铺，让男孩为他们打造首饰。他先是画了一张图稿，长官非常喜欢，让男孩帮忙制作。他说需要金子，中尉从口袋里掏出一袋黄金，里面竟然还有一副牙齿，他非常震惊。第2天，男孩的弟弟给长官送去首饰，走过狭长的小道，穿过几道门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恐。所有的人都光着身子，挨个走进毒气室，里面传来痛苦的哀嚎，上面还冒着滚滚浓烟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。围墙外还站着几个男人，他们精神崩溃，都已经麻木。这些人是负责运输尸体的苦力。回到金铺，弟弟抱头痛哭，他把看到的全部告诉了哥哥。这里没有沐浴室，去的人全都死了，包括他们的亲人。晚上，哥哥想把这些告诉大家。当他走进宿舍，看到大家都很轻松，有闲聊的，有拉小提琴的，所有人有说有笑。他非常愤怒，呼吁大家要清醒过来。他们的家人全部遭到残害。李阳将他拉到一边，原来他们都知道真相，每个人都心怀痛苦。之所以表现出快乐，是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些。如果不这样，根本活不下去。他们要逃跑，要等复仇的机会。哥哥觉得李阳说的很有道理，决定加入他们。你知道纳粹军官有多残酷吗？一个女人悄悄藏了自己的孩子，被军官发现，女人苦苦哀求。做工时，一个男人体力不支昏倒在地，而监工为了表示忠诚，就用长鞭毒打男人，还让他自己数着数。这边2个青年被安排去打水，他们趁看守不注意将他打昏，想要逃跑，但很快被其他人发现，所有守卫全部赶了过去，看着士兵都去追逃犯，剩下的人也借着机会逃跑。可他们有的被当场射杀，有的被看守抓到。长官为了警示大家，把这13名逃犯带到所有俘虏面前，要当着他们的面处决掉，并且让这些逃犯在他们当中再挑选13人作为陪葬。1名逃犯当场拒绝，但是长官告诉他们，如果不选择，他们就会随机枪杀50人，13人还是50人，这个选择非常艰难。慢慢的有人站出来，他们有的选择自己的亲人，有的选择自己的好友，还有的选择自己的儿子。没人知道他们还能活多久，选择亲人或许也是一种解脱。他们明白不能再等了，需要尽快想办法离开这儿，而且也不能再单独行动，这种连坐处罚会给其他人带来灾难。要逃跑的话，600人必须得一起逃。晚上他们在金铺碰面，商量越狱的计划。有人说坐梯子翻过铁网，但雷区怎么过去？也有人说挖地道，可土又往哪里藏？就在一筹莫展之际，集中营来了一批俄国战俘。李阳找到他们的队长，告诉他想要越狱的想法。他们想跟俄国士兵联手逃跑，因为他们熟悉集中营的环境，而俄国士兵具有逃生和作战能力，他们联手恰好不过。要想越狱成功，首先要干掉长官，这样他们就失去了指挥能力，行动还需要有刀子才行。他们开始在金铺制作小刀和斧子，但光有这些肯定不够。第2步就是搞枪。金匠工假装在维修炉子的烟囱，将屋内的步枪和子弹放在烟囱里脱落出来，之后他们将军官逐一骗过来，悄悄杀掉。快，军官们所剩无几。在监工的帮助下，他们又来到另一个长官办公室，然后按照约定，听到号声，所有人在操场集合。电工将通讯线和电线剪断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的计划都非常顺利。但就在这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一名军官来到长官办公室，他看到了血迹和办公室内的尸体。他想拨打电话求援，但线路早被剪断，于是对着天空放了2枪。听到枪声的队长知道事情已经败露，他立马站起身呼吁大家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然后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逃跑。守卫们用机枪不停地扫射，所有人奋力推倒栅栏，就算守卫割破也要一往无前。但也有人因为长期的压迫，已经丧失了求生的欲望，他们站在操场一动不动。逃亡中，有人被乱枪打死，有人被地雷炸死。为了自由和重生，他们冲在前面，以身试雷。这是发生在1943年2战期间的真实故事。这个所谓的集中营，在此期间一共屠杀了超过25万的犹太人，而这场600人的集体逃亡中，他们一共活下来300人。直到今天，依然还有幸存者在世，因为只有坚强的活下去，才是对这些法西斯最大的报复。而现今这些幸存的犹太人，他们每年都会返回索比堡，悼念死去的家人和在这场逃亡中死去的勇士。